为脸上有一颗痘痘，已经没有上学可能5天了吧。大学的时候我有很严重的痘痘跟痘疤。你的皮肤这么好，你做了什么？我什么都要做。我拒绝他之后，他跑去马来西亚打，然后他一来的时候，我真的有吓到，真的是打到平。Hello，欢迎回到 Kaki Chess。今天我们请了3位医美医生来了解医美行业的一些秘密，还有讨论新加坡人有多注重外表。Hello， 我是 Summer， 我现在刚开我自己的诊所的 Allen Clinic。我是 Sarah， 我开了 Astra Medical Aesthetics 已经1年半。我是凯伦，我在新加坡 SL Aesthetic Clinic 是那里的副医疗总监和合伙人。医美有包括什么样的 procedure？ 哇，好多啊！好多，应该是从头到脚吧。我觉得从头到脚，你可以想到就是跟着你的外观有关的，我们应该都可以做。比如说生发啊、去毛啊，然后皮肤啊、痘痘啊这些色素啊，然后身体啊，比如说好像一些 stretch marks 或者一些去好像要做 body contouring 去让它燃烧这些赘肉啊，这些都可以。哦，那我很好奇，就是医美跟整容是有什么不一样？整容外科它是所谓手术，就是说它是需要进入体内的。然后医美的话，它算是微整，它就是说没有真正侵入自己身体。那你们自己会不会常常要做 procedure？ 我觉得要一直试新的仪器，还有新的那个科技，所以说一直会拿自己的脸当实验或者手，所以你会看我们的手，其实2个手会有点不同，有一个手一直在打雷射，然后另外一边就是没有打雷射。那你们觉得从事这个行业最大的困难是什么？你们有没有遇过什么比较 unrealistic 的要求？现在因为新媒体的关系，每个人就是网上资讯非常多，他们就会讲说我要这样子。我本身就有个病人，他其实很年轻，才30出头，他一直在做医美，他脸其实没有什么皱纹，也没有凹陷，其实皮肤也非常不错。他就是一定不要有法令纹，但是法令纹它是个天生的一个组织性的一个造成的东西，你不可以100%把法令纹给打平，这样子你看起来会很奇怪。我拒绝他之后，他跑去马来西亚打，他打完之后他回来，然后就是真的那天他就是马上传简讯给我的 clinic 讲说，可以看张医生吗？我要溶解我的 filler。然后他一来的时候，我真的有吓到，真的是打到平，因为完全没有法令纹的时候，你中间这边非常凸，他其实长得很漂亮，然后最终呢也没有办法完全溶解。如果你真的要打这些填充物，或者是做对自己的外形有一个很大的改变的话，还是要找比较可以信任的医生，不然你做错之后也没有人可以帮忙你。这是非常糟糕的一件事情。所以多数有顾客可能就会带那些照片进来啊，然后就说，我要像这个某某人的嘴唇，可是就是觉得整个五官就不融合在一起。就跟他们说，其实你嘴唇已经很漂亮了，医美就是要把自己的特征给呈现出来，对，体现出来，对，提升，就是也不要失去自我，就是我不能把你脸变成一个某某人的脸。主要是我觉得我们都有遇到，就是说他会讲说，医生我要你的这个额头，比如说，我是因为一般来说会戴口罩，我只有额头是比较能见人的。然后他们就会看着，医生你额头很亮很白，可以你额头做什么我要做一样的。那你们拿掉口罩，还不是会做更多 procedure？ 我不敢拿，我怕拿完之后他就说，原来没有那么好看。对，有这样的顾客，他们会进来，他们说你的皮肤这么好，你做了什么？我什么都要做。多少人是年轻人呢？其实现在我觉得越来越多是年轻的。现在我从10几岁就开始，然后反而很多是年轻的男生，因为有痘痘啊、痘疤的问题。他们现在这新一代 Gen Z， 他们对皮肤的要求非常高到我有些时候我觉得我真的做不到。他们每个人都是要求完全一个痘痘都没有，这是第一。他们不要任何看得到的痘疤，这是第二。第三，他们就是要那种 Korean glass skin， 他们要那种可以反光的，要反到外太极都看得到那种发亮，对，他们就是要这样子。然后呢，真的每次来。医生，我还做什么呢？我都已经看到你的脸完全很 OK 了，你还要再亮，我都看不到你的脸了。很多人很像要有那个韩味啦，来韩国明星 K-pop idol， 所以他们要一样的东西 ，V 型脸，皮肤要白白亮亮这种感觉咯。对。那你们遇到最年轻的客户是几岁？我的是18岁吧。
其实有16岁想要做过，但是他们就需要父母陪他们，也是痘痘痘疤的问题啦。以前我们小时候可能有痘痘的时候，妈妈就说你去洗脸啊，就洗脸就 OK 了，对放点多一点涂一下挤下一头就 OK 了。我觉得现在孩子其实都很幸运，因为现在的父母他们有接触医美，然后他们可能就带孩子来说，那这样的话我要尽早就是治疗他们的皮肤。我有很多小朋友中学，然后父母是抓他们来看的原因，他们不要上学，已经没有上学可能5天了，5天啊，因为脸上有一颗痘痘。而且我不只是1、2个，我真的有点吓到。我对现在小孩子的审美观非常的，他们对自己非常严呐。当年我觉得现在是因为社交媒体吧，因为现在他们都一直在网上的皮肤来对比，所以他们网上的可能不是真的嘛，现在有美图可以修照片，也能修影片，所以我觉得现在年轻人很难觉得满足。那我很好奇，就是你们的客户中会男生比较多还是女生比较多？女生比较多吧，还是？我觉得整体来说还是女生比较多，不过现在男生的那个 proportion 也是慢慢在增长，因为真的很多人就是有不同的要求来医美诊所，已经不是因为我爱美啊这些，他们可能也是要接触顾客，他说顾客每天都说我很累，然后说我的眼袋很重，我可以做什么让自己就看起来比较精神，有睡过的感觉。完了，那我觉得我们都要去找你，因为我们上班都很累。其实我也是做这行才发现，原来这么多上班族，比如说 investment banker 那些，其实工作压力很大的，他们真的会回来，就想说可以让我看起来比较不累嘛，这是第一。第二就是到现在我不懂是真的还是假的啦，那样做空姐、空帅、SIA、空帅他们其实想说有一个rule， 想说不可以化妆，男生。不可以化妆，但是他们不可以有痘痘。然后呢，我就有很多个讲说已经被 accept 进去 SIA 了，但是呢，他们一个班机都不可以飞。公司跟他们讲说，等到你皮肤比较好之后才能开始。那时候我听到我有点吓到，但是是蛮合理的要求。他们就可能3个月一定要把他皮肤搞到，可是不用化妆的那种，就是还是能比较体面一点。这样很 stress 哎，很 stress 啊，我都比他们更 stress。那比如说做全面的话，其实是不是越贵越好啊？我觉得主要还是找对医生，因为现在很多人去韩国嘛，但是其实我们也是有研究过韩国的价位，为什么他们每个人觉得说韩国这么的便宜？但是我们研究完之后，其实韩国跟新加坡价位并没有不同。当你进去之后，你的消费也是2、3千跑不掉。他们有1、2个东西，可能他们国内韩国有自己制造肉毒杆菌，非常便宜的。新加坡的东西都是从美国、欧洲进口。但是我觉得我们可以 agree， 我们很多时候都是在处理韩国做完之后的那些不好的东西。因为我们有这个 language barrier，所以可能那个韩国医生不懂你想要的效果是什么。Then 他们填充还是填太多，还是填错的地方，回来就想要我们帮他溶掉咯。对，然后我觉得医美最重要，我觉得还是一个 journey， 你要跟你的医生陪伴你走的一段路，因为你觉得每个人的皮肤而且需要修复这些是需要时间，需要定期去护理。如果你真的可以在韩国，比如找到一个自己信任的医生啊，你可以真的可以每2、3个月回去看啊，我觉得那 OK 没有问题。不过有时候多数不是这样的，可能是我只是 on holiday， 就是跟朋友一起去做一次这样子，他们的整个 concept 不一样，因为就是好像一个 tourist 的东西嘛，你进来我见你一次，我不要再见你了，所以我一次就跟你做很多东西，然后最后可能效果太多也不代表很好。我觉得 consultation 是最重要的，对其实每一个病人都是 individual， 他们都是不一样的。你要去了解他们真正的问题在哪里，是心理上的问题，还是真的是皮肤上的问题？他们的美观在哪里？他们喜欢欧式的韩式的，半个小时之内你一定要抓得准。如果你抓不准的话，你打出来的效果，或者是你介绍的那些 treatments 就是不一样的。这个就是一个非常好的医生跟一个不错的医生的差别在哪里？会不会有时候你们会觉得，其实是他们自己可能就是 mental health 一些就是心理上的一些 insecurity， 觉得要变更美更帅是很正常的。我觉得insecure 在这个新媒体的这个世界里面每个人多多少少都有 insecure。The feeling of insecurity is not wrong， 那只是每个人不同的 emotions。如果做一点雷射让你皮肤好一点，
能让你感觉自我好一点的话，为什么不做？我觉得我们大家都会有时候每天照镜子，觉得哎呀，如果这个东西不见掉，那我可能会比较好一点，对吗？出门可能会有点自信啊，就把那个除掉咯。所以就从这样的角度看，我觉得是 OK 的。因为我之前有个顾客，他就是说，他其实每一天早上起来，他说他最不想看就是镜子。他说我一看镜子，我就觉得哇，自己很难看，然后自己看起来又累啊，又憔悴啊，又有斑啊这些。他说我真的不想看自己。然后我跟他说，我觉得在这个世界上，我觉得没有一个人是 deserve to 不想看自己。所以他做了一些疗程之后，他就跟我说，他说现在我每一天看镜子，我觉得很兴奋，因为我就看到一个不一样的自己。那我觉得这个就是那个我们的意义，我们工作的意义。那你们为什么会从事这个行业？大学的时候，我有很严重的痘痘跟痘疤，我很像来上学的时候不要上课。then 我化妆的时候化会比较厚，所以那时候我真的感觉到很像 a bit insecure。那然后我就涂药啊，我就做镭射打我的痘疤这些。好的时候我真的觉得有一个很大的分别，我就觉得很像比较 confident， 我出去都不需要化妆。我觉得这个 feeling 是一个很 empowered 的 feeling。所以如果我能够帮助别人有这样的感觉，我就会有很大的满足感。我觉得我们应该很多都有类似的这种经验，因为我之前我的皮肤也不是这么好，就是有阻塞啊、痘痘啊这些。毕业的时候，我就是做那个顾客，做那个病人，然后到了医美诊所去做了一些激光啊这些，然后自己过后看到皮肤改善，然后看镜子的时候就觉得哇，我皮肤真的比较好了。我觉得走路会有风的那种感觉，然后就是有那种感觉，对吗？刚开始你更有自信的时候，就觉得哇，其实这个真的是一个很有意义的一份工作。因为如果我可以让别的顾客、别的病人恢复到自己，找回自己的自信，我觉得那个非常有意义。对。其实我觉得我们生长在一个亚洲的国家，从小其实一直讲说不要就是太 vain，但是在现实生活中，我觉得这是非常不可能达到的事情。每个小孩子在发育期的时候，整脸爆痘的时候，就是我也是这样子。到时候那时候是整脸都是痘痘，然后很像边走一步路，那个痘会爆开，然后流血那种感觉，到那种地步。然后你洗脸的时候，整脸都会很痛。然后那时候就是因为这样的关系，其实有影响到学业，有整10年吧，就是这样子爆痘的状况下。对我来说影响非常大。比如说在选就是群组的时候，你可能不会第一个被选中，你感觉得到别人的眼光，就是看到你脸的时候，不看你的眼睛，但是看你的皮肤。每个人会一只看着我脸，讲说你怎么样了？你还好吗？你脸为什么一直这么糟糕？把自己的痘痘给调好之后，才发现原来没有痘痘的世界，跟有痘痘的世界差非常多。这种这么多年来走在阴暗路下面，其实真的是非常不必要的。会不会有人也觉得，就是可能医美其实不是真正的医生？一定的啦。我觉得会啦，因为我们不是那种 traditional 很像救人性命那种医生。我以前是在医院在妇产科那个部门工作，他说你本来要做专科啊，为什么你突然间要改去做医美啊？然后过后就是跟他们就是聊了之后，他们看得到你的那个热情，他们会觉得蛮支持的。然后我妈妈就很开心，她说那以后我的脸就是由你做，然后应该会比较便宜，一个省很多钱。我说OK。我的妈妈也是说这个是她的 ROI。我说 OK， 对。我觉得我的经验跟凯伦比较像，因为现在是妇产科，我是泌尿科，因为大众都没有听过什么是医美，然后你突然间从专科你讲说你要出来搞医美，父母其实是非常问号，想说做得好，他为什么突然间要出来搞医美？然后他们也不了解医美到底是什么，也不是皮肤科，也不是整容外科，到底是什么来的？但是我觉得我们的经验都是很像，就是说你越做，你可以看得到那个效果，你可以看得到你那些病人全部很感激你，你父母也看到，其实是真的有需求呢。那时候他们就非常支持。对，就是当医美医生对你们来说，就是有最大满足感的是什么？所以我觉得就是最大的满足感，就是真的我们就是在改变人生了。对我有个顾客，就是他有很多年一个很大块的一个斑，所以他说每一年过年他都不敢去那些家庭聚会，因为他觉得很多那些朋友啊、亲戚啊这些都会去 judge 他那个斑，说因为你斑这么大块。然后他做了疗程之后，他那个斑真的浅了很多，然后差不多掉到完了。他就说，今年过年的时候，我终于可以就是很开心的去我家庭聚会，然后我妆也不用化，就放一点点那个防晒就够了。他说真的。就是有那个改变，谢谢你。所以我觉得那个我就很感动。有一个病人让我印象非常深刻，她是个小女孩，17、18，她的痘疤非常严重。
因为他有整身前面的痘疤，后面也有很多痘疤，他都是穿高领的衣服，他就是为了要遮盖他的全部的痘疤。然后他头发就是一直放，就像一直低着脸，头发还是盖住脸颊，看得出他真的对自己完全一点信心都没有，然后觉得可能自己痘疤非常恐怖。当下他脱掉他的衣服，叫我看他的痘疤的时候，他问我了一句话，他讲说：“有吓到你吗？是不是很恐怖？”他问我这句话，他还17岁。我跟他讲说，我看过了，什么都看过了，这个不算什么。1、2个月之后，他真的改善非常多，脸上一粒痘都没有说。他回来的时候，他是握着我的手，眼睛里面含泪，讲说：“医生，你真的谢谢你，真的你就是改变了我的人生。”当下我觉得，哇，这行做对了。觉得很像 day to day right， 你的 patient 会跟你讲，哦，其实我不需要化妆了，我可以只是防晒出门，所以现在我感觉到很有自信。On top of that， 其实我们有很多病人很像跟我们几年了，所以我们其实一路看他们很像谈恋爱、结婚、生孩子。我觉得这样的 human connection 其实很有满足感。对自己外表比较没有自信的人，你们有什么建议吗？我觉得不要这样子，人生很短，要就是爱自己。我也是以前整脸的痘疤，但是这些都是可以解决。现在的科技其实蛮发达的，主要还是找对医生。对的医生能让你有不仅是好的皮肤，它会让你有不同的心态，让你有正确的心态。真的要开始就是先懂得怎么爱自己，我觉得那个很重要，因为你要懂得爱自己，你才可以让别人去爱你。我觉得不需要怕，我们不会 judge 你还是什么，因为我们了解他们的feelings 哦。所以你们可以给 Hikaki promo code 吗？谢谢你们让我们对医美这个行业有更深入的了解。所以听了你们讲了之后，我觉得医美真的不只是让我们变美，而是找回自信的一种方式啦。可是像他们讲的，心态还是最重要的啦。毕竟美丽是没有唯一的标准，所以希望大家都可以找到自己舒服和最自在的样子。感谢大家的收看，喜欢我们视频的话，记得点赞、订阅和分享。拜拜，拜拜。